顾总，您不会真的要把您一手创立的万亿产业全权交给顾爷吧？我们是夫妻，我相信他。等我把顾氏和环宇都交给他之后，我就可以回家安心的照顾七七了。妈妈，七七真乖。老板每次例行公事碰完原配黄脸婆，都会送我礼物作为补偿。那个原配黄脸婆哪能跟您比？您才是我们老板娘，您跟老板那才是天生一对。总裁夫人，知识夫人，知识夫人，取代那个黄脸婆，知识夫人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跟别的阿姨在一起？戴争锋，你怎么敢？各位叔伯，明天是我和争锋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，我宣布，我要把顾氏名下所有资产全部转让给他。不行，这件事我们不会同意。老婆，你能让我经营一个子公司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你一手壮大的顾氏万亿产业，我怎么敢继承啊？你也知道自己无能，顾氏在若男的带领下，规模扩大了数10倍。反观你手中的子公司，才交给你多久，自己那就断了。是我没用。老公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只是缺少了平台和经验。各位叔伯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将公司全权交给他来打理。我相信他的能力，并且有你们的帮助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就是一个入门的赘婿，当初踏入顾家，我们都不看好他，他有什么资格继承顾氏？没错，顾家的100年基业绝对不可能交到一个外人手里。争锋他不是外人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就要将这枚传承100年、象征着家族最高权力的玉剑，当着全公司的面交给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从明天起，集团就属于你了。戴争锋，你怎么敢？叶秘书，现在还是上班时间，我们就出来休息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没关系，这是戴总的意思。他说了，我开心最重要。不愧是叶秘书啊，这整个公司上下，谁不知道您在戴总心中的地位呀？有你在戴总身边，谁还守着家里那活儿？那是谁啊？公司今天没有客户到，一身名牌，看着来头倒不小啊。戴争锋呢？让他出来见我。你就是戴总家里的黄脸婆，你还真敢来呀！打得好，叶秘书，戴总的地盘还轮不到这个黄脸婆的耀武扬威。没错，就应该给他点下马威，让他认清楚现实，赶紧啊和戴总离婚，赶紧离婚！对，赶紧离婚！对，赶紧离婚！你敢发？没错，我是戴总的秘书，也是他的爱人。我打你，怎么了？爱人？你不过是一个恬不知耻、见不得光的小三，竟敢在公司群里挑衅！不好意思啊，黄脸婆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儿。没错，叶秘书可是戴总的贴身助理，每天形影不离。瞧你，不过就是为了例行公事。看到了吗？戴总每次碰完你，都会给我转账补偿，可见他对你有多么的恶心，而对我有多么的宠溺。戴争锋，你给我！戴总现在在龙来西亚度假，除了我的电话，谁的电话都不会接，因为他的心永远都在我这里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他今天还有心情度假？他根本就不在乎你，怎么可能会告诉你？我们戴总的一切行程都会向叶秘书报备，而我们全公司上下也只认叶秘书这一个老板娘，是吧？对，老板娘，你们都反了不成？真拿自己当女主人了？你只不过是比我多了一张结婚证而已，而我比你多的是戴总全部的偏心和宠爱。真不知道你这个黄脸婆哪来的脸，专门跑到公司来自取其辱。
啊？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戴总每次给你送礼物之前，都会先让我过目，你只配拿我挑剩下。比如你身上这个包，他送的，你可知道，他现在拥有的这一切都是我赋予。你赋予的。戴总可是身价100亿的集团总裁，而你只会花他的钱，贪图享受，喝他的血。要不是你这个老女人运气好点，早点遇见戴总，骗他结婚，你连这身行头都买不起。给我还给我！叶秘书，您的包。爱马仕橙色荔枝纹，这么贵的包，你求着戴总给你买的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有3个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戴总这次真的好过分啊！跟我亲热完，居然送我跟你这个黄脸婆一样的包，我要把它毁掉！这是我自己买的，这是侵害他人财产。你自己买的？你这个黄脸婆哪来的钱呀？肯定是逼着戴总给你买的。戴总碰你已经够恶心了，你居然还逼他给你送礼物，真是令人憎恶至极！戴总就是被你膈应死了，才来我这儿寻求安慰，现在就替他出气。这是爱马仕为8少的模板，全球只有1只，毁了它，你赔不起。还敢嘴硬！你这么对我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戴总已经通过董事会全票同意，马上就要继承集团的全部股权，他马上就会和你离婚，让你净身出户。这包里的东西要是出了任何问题，你担当不起。威胁我？哈哈哈！笑话！就算是我犯了天大的错，戴总也只会站在我这边，而不是你这个糟糠之妻。这么关心这枚戒指，不会也是戴总送的吧？成色也不怎么样嘛。看来你确实没见过什么好货啊！你把它还给我！他要是有什么损失，你们加起来都不够赔的。我们戴总公司市值可是好几个亿，不就是一枚戒指吗？我们叶秘书啊，可是未来的戴夫人，你觉得戴总会追究吗？他可比你的公司更有千倍万倍，还给我！顾若楠，你豪门太太的梦也该醒了吧？戴总马上就会和你离婚，他送的东西我要让你全部还回来，包括这枚玉戒。我劝你啊，不要和叶秘书作对。我们叶秘书啊，可是未来名正言顺的戴夫人，而你只是一个没人理会的前妻。给我把榔头！叶秘书，我支持，一定要狠狠砸烂这枚戒指，省得他痴心妄想。不要！不要！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别后悔。我还没见过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，自己看不住男人，现在反倒诅咒起我们来了。戴总，你回来啦？什么？你要来公司一趟？好，我马上告诉大家。我老公说了，他马上就到。各位，戴总马上就会来公司，宣布一件天大的好事，到时候我们的公司也会更上一层楼。太好了，叶秘书，您可真是戴总福星，好事恐怕要让你们失望。啊，这里有你什么说话的份吗？妈妈，姐姐，我可没听说戴总有孩子。顾若楠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敢把和野男人生的小杂种带到公司里来！
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在公司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戴总有什么孩子啊。没错，这个小孩啊，他就是个野种。你们都是戴正风的员工，竟敢以下犯上网姨夫人！你个下人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放开他！怎么，这巴掌我不该打吗？你一边霸着戴总，一边和野男人生孩子，真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。看来他和戴总在一起就是为了钱，只有叶秘书才是为了爱情。戴总要是知道自己被绿养，肯定也不会放过那个黄脸。敢欺负我妈妈，你是坏女人！再动我一下试试！小贱种，你就应该跟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一样，从哪儿来滚哪儿去！孩子犯病了，先救孩子啊！姐姐她有哮喘。看来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这就是报应，活该！你嘴巴都干净点，她只是个孩子。妈妈，我喘不过气来。姐姐，别把药还给我！姐姐没有药，她会死的。当初生下这个小贱种就是个错误，和那个野男人在床上快活的时候，你们没想着给你女儿积点德呢。小贱人死了也好，省得长大之后和他妈一样祸害人。还有没有人性？阿哲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怎么，你想救他？好啊，这样你跪下，告诉大家，你才是没有人要的小三儿，而我才是戴争锋的正妻。你做梦！我好难受。看来这药也没什么用了。等等，我快！说吧，给我大点声！这孩子患有先天性哮喘，必须时时刻刻备着药，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这种情况会伴随他的一生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琪琪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我是小三。来啊，告诉大公，戴总是谁的老公？是你的老公，行了吧？还要给我？还不够！我要你发誓，你会净身出户，离开戴家。我发誓，我和戴正风离婚，并且不要戴家的一切。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把药给我。药？我改主意了。你的表情让我看起来很不爽。姐姐，你先救救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先救救孩子。为了一个野种下跪，真替戴总感到不耻。你疯了！哮喘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，你这是在杀人！叶秘书，好像是戴总的车来了。戴总来了，今天就是你和这个小贱种的死期。戴总来了，这下这个老女人可玩完了，看她怎么解释这个小野种的事儿。戴总，你可算来了。怎么了？正好大家都在，我有事要说。巧了，我也有事要和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戴总，你说过的，我是你的人，谁要是和我过不去，就是和你过不去。今天这么多人都在呢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谁欺负你了，宝贝儿？我再给你1000万。哎，不是钱的事儿，是我要出这口气。谁敢欺负我的秘书，简直是不把我这个总经理放在眼里。那正好，今天大家都在呢，你可得给大家说清楚了。以后我不在公司，你们都得听叶秘书的，
叶秘书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谁要是有意见，今天就可以滚出公司。戴总公开放话，看来是真心喜欢叶秘书。这个老女人可真是自主认命。我有意见。我有意见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不光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还挑拨我和你的关系。戴总，你明明知道的，我是想要一直和你在一起。你陪伴我都走了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辜负你呢？欺负你的人，我会动用一切力量，让他生不如死。戴总太帅了，那个黄脸婆肯定死定。光他出轨就够他死100次了，更何况他还和戴总最爱的女人作对。你有什么意见？戴总准备怎么让我生不如死？我姐，江秘书，快打120。好，我代表了，我弹药了，我弹药了，谢谢。戴正风，七七要是有什么3成，跟你没有完。顾总，120马上就到。这里浊气太重，先把七七送出去。好，快，带七七送医院，快！七七，你没有资格碰我的女儿。戴总，你那么紧张那个小野种干嘛？这就是顾若楠和野男人生的。就是啊，老公，你快把他扫地出门啊！把嘴给我闭上！叶秘书，戴总毕竟是堂堂总裁，当众被戳穿戴绿帽子的事情，这可谁不生气啊？戴总，您消消气。叶秘书她也是为了您好，虽然事实很残酷，但是我们都支持您跟叶秘书在一起。这种老女人就应该好好收拾。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，但是我实在不忍心你一直被这个贱人蒙在鼓里。他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你的钱，他还拿你的钱包养小白脸，还生了野种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这样的。而他根本就不配做你的妻子。你笑什么？出轨很光荣吗？啊！你有完没完？戴总，你得认清事实啊！是谁把你弄成这样了？还不是拜你所赐，没有你的默许，谁敢伤我？是你干的。戴总，叶秘书她也是为了您好，她就是太担心您了，才会出手打这个女人。对呀，戴总，只有好好教训她，您和叶秘书才能幸福的在一起。我们还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。谁说我要跟他结婚了？这什么情况？难不成戴总家花野花全都爱？戴正风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，是他对不起你，你还替他说话。你忘了你说过你有多厌恶这个女人吗？你还说你碰到她就想吐，你明明说过的，等继承了股权你就会娶我的呀，你都忘了吗？啊，还有这种事？你给我滚开！老婆，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，像这样的女人你也见过，她为了上位，她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你相信我，在我心里你是最重要的，没有任何人能跟你相提并论。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的话。我求求你相信我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我发誓，我发誓。这算不算是老天有眼？不过很可惜，没批到你的身上。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？你看看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七七是不是我的孩子。你脑子被驴踢了！老婆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激动了，我说错话了。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吧，戴正风。这么多年，你演得很辛苦吧？够了！戴正风，你堂堂一个集团总裁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你何必对她低声下气？就算你打我、骂我，我也要说，是他给你戴绿帽子，而且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为什么不和他说清楚？谁告诉你我不爱他？那我算什么？我只是跟你玩玩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才是那个小三儿。戴正风，
你看清楚，他和你结婚是为了你的钱，我才是因为爱你才和你走到一起的呀。哪个更珍贵，你分不清楚吗？这三位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带3个老头来能干什么呀？顾总，小小姐已经送到医院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不过医生说缺氧太久，还需要在 ICU 进一步观察。你立刻联系国内最好的哮喘专家。是。另外，董事会建议您慎重考虑让戴争锋继承顾氏，特此前来考察。不用考察，这件事就当我没有提过。你个家庭主妇，凭什么插手公司的事儿？叶秘书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这3个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老头能掀出什么风浪？你一个黄脸婆还真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，找仨老头过来，你吓唬谁呢你？我闭嘴！老婆，你能不能好好考虑考虑？我们吵架归吵架，但是你不能意气用事啊！我之前做的那些决定才叫意气用事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之前叔伯跟我说我还不信，到今天我才彻底的看清你的真面目。那我给你跪下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老婆，我求求你了，公司真的不能没有顾氏啊！我没看错吧？戴总给这个黄脸婆跪下了。这难不成戴总还是个情rom不对呀，那他和那个叶秘书贵圈太乱。你到现在了，口口声声提的还是产业公司，你爱的只有钱，只有你自己。我对你来说，也不过是一颗棋子嘛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是顾全大局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，集团夫妻不和，我们公司的股价会暴跌的。戴争锋，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？你手握这么大一个公司，你要什么没有？为什么要和这个低贱的女人下跪？你都别说了，他不过带几个人演戏，你就信了？这个贱人要真这么有能耐，那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的工作？因为他死要面子，想要证明自己。如果没有，这家公司早垮。你算哪个葱？豪门太太当久了，你出不了戏了是吧？入戏太深的应该是他，还有曾经的老婆，既然你不喜欢叶柯儿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他给开了。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好吗？我不喜欢的人是你，麻烦你从顾家搬出去。还有以后别叫我行不行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我来当炮灰？你清醒一点儿！这个一无是处的黄脸婆，到底哪点比得上我？对啊，到底为什么？对啊，戴总，您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身上呀？因为他是顾氏集团的亲戚。我是入赘到他们家的，公司是他的，钱也是他的，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。这么说，你们满意了吧？戴总是入赘的，顾家？哪个顾家？据我所知，整个江北城能排得上的顾家只有一个，不可能。顾家可是全国首富，我们公司在哪儿到哪儿，怎么可能跟他们有关系？原本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今天一看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娶了若男，竟然还敢在外面勾三搭四，我是饶不了你。玉戒呢？若男，你还没给这臭小子吧？玉戒的事情等下再说。老婆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吗？在这之前，先把这个签了。按照离婚协议，你净身出户，签字吧。我不签，我不签。就算他能帮你又怎么样？我们又不是非得求他，为什么不签？谁稀罕那么顾家的臭钱？你有我陪着你，还有这么多支持你的员工，我们一定可以白手起家，东山再起的。你不签，我帮签，我帮签。来，按啊！你给我滚啊！我们还嫌不够乱吗？你做不下的决定，我来帮你做。没有这个，我们一样可以再创辉煌。签啊！来，签，快签！
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。如果要是签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现在不签也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离开顾家。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在你出轨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有这一天。除了离婚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的。是吗？那既然他是你的人，有笔账我们得算算清楚。听我解释。江秘书，戴先生，叶科尔等人对顾总造成的财产损失共达800亿，请您立刻照价赔偿，否则将会起诉。什么？你说800亿就800亿，你凭什么证明？到底干了什么？不可能，叶秘书就捡了一个包，砸了一枚戒指，两样东西加起来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？什么戒指？一枚玉戒，看着挺有年度感的。没玉戒呢？你快说，你是不是把它给砸了？我就是把它给砸了，又怎么样？这些不都是你送给他的吗？这个居然还想要赔偿，真是不要脸！你知不知道那枚玉戒意味着什么？难不成是你们的结婚纪念物？你有必要这么在意吗？就在台子上，早就碎成渣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枚玉戒只有顾氏集团的继承者才有资格保管。佩戴这枚玉戒，可以调动顾氏集团所有资源。我马上就要到手的顾氏，全让你给我毁了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在电视上见过那枚玉戒，当时就戴在顾董的手里。难不成他真是顾氏的千金？叶秘书，您先别着急，这枚戒指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呢，说不定啊是这个他骗你的。倒希望你砸的那枚戒指是假的，怎么找了你这么一个蠢货？闹够了吗？先解决一下赔偿问题。戒指是他砸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戴总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将来啊！谁想跟你有将来啊？个扫把星！我不需要你为了我。戴正风，你这招丢车保帅用的还真是绝情。楠楠，顾家不资助我没关系，但是砸戒指真不是我的事儿。不，都怪你，瞎起什么哄？叶秘书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吧？那枚玉戒是我们逼你砸的吗？要不是你们两个怂恿，我怎么可能会把玉戒砸成那个样子？明明就是你自己记得顾总，现在反倒怪起我们来了。这800亿，你们两个就想赖账？凭什么？你到处宣扬和戴总的关系，搞得我们大家误会你们是一对。顾总，我们都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。戴总心里就没把你当回事儿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无耻的小三，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顾总，这一切啊，都是这个女人她自作自受，我们都是无辜的。这样，那赔偿就不算你们两个了。戴总，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了。戴总，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了。你也不希望孩子出生就挨饿受冻吧？这800亿，我真的还不起啊！你怀孕了？医生说有1个月了。我本来是想在婚礼上亲口告诉你的，戴总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楠楠，她已经怀孕了。你看今天这个事要不要就……戴正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在家里积极备孕，你在外面跟小三有了孩子，现在还在替他求情。按照离婚协议，这家公司顾家马上就会收回。至于你们，我都会开除。我不需要趋炎附势的人口。顾总，你都已经是首富千金了，就不要跟我们计较了。我要是丢了工作，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喝西北风。对呀，顾总，这一切都是叶科那个女人惹出来的祸，
我们要是早知道真相是这样的，我们肯定会站在您这边了。对呀，这都是叶克尔做，是啊，跟我们没关系啊。另外，顾总和小小姐都买了1亿的人身健康保险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要进行赔偿。操！都怪你，是你当初散布他俩的关系，还拉着我巴结叶科。这1个医药赔你费跟我可没关系。你少拍马屁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我也只是吃瓜，你这钱1分没想让我掏。公司的监控都拍着呢，你们现在想耍赖皮？我不介意请律师给各位逐帧分析。顾总，你看你现在都没什么大事了，这1个亿要不算了吧？没什么大事。我女儿现在因为你们在 ICU 还昏迷不醒，你跟我说这没什么大事？说的那么轻巧，1个亿，想动动嘴皮子就一笔勾销。你都这么有钱了，这1个亿对于你来说算什么？你一个堂堂首富千金，你怎么这么抠门啊？我是有钱，但我不是冤大头。如果你们不还钱的话，那就走法律程序吧。我怀孕了，你无权处置孕妇，这800亿我是不会还的。据我所知，你10年内流产不下6次，早就没有了生命。这个孩子你保不住。个贱人！戴正风，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这么多年，你要不是只上过我的床，要不是为了戴夫人的位置，我会忍到现在吗？可是现在，你居然告诉我，你是入赘到他们顾家的，就连这个公司都是顾家给你的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是我见过最没用的男人！给我闭嘴！就是下地狱，我也要拉着你一起死！是我见过最蛇蝎心肠的女人。有脸说我，贱人，都怪你！今天让各位叔伯看笑话了。能看清楚这个男人的真实面目，也不算白来。玉界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故事的掌事人还是你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长官您好，人都在里面了，这件事情我坚决不接受调解，麻烦您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公事公办的。楠楠，楠楠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吗？我看着你现在这副狼狈的模样，你还是好好享受里面的生活吧。我求求你了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对你和七七好的，只要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干什么都行。是吗？那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吧。我不签，我不签，我以后出来我还是你们顾家的女婿。你爸妈好像不知道能进去这件事吧？我记得他们身体不好，是我自己威胁我，你没得选。那我也不签。他们两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帮助，不过是两个拖油饼而已。你真是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。你可以利用身边的所有人，包括你的父母。下辈子你还是待在里面，好好改造吧。楠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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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楠楠。琪琪，妈妈向你保证，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
顾总，戴争锋还是拒不配合，不接受离婚。果然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那就打官司吧。本想给他个机会，等裁决书下来，他也只能被强制执行。就他那种唯利是图、毫无人性的人，根本不值得同情。哦，对了，这是这几天我发现别墅外有人影鬼鬼祟祟的，您拿好这个，注意安全。好。我亲爱的前妻，好久不见。戴争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愧是顾家，不用签字都可以离婚啊！我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不应该在服刑吗？服刑？我他妈个头啊！老子越狱了！什么？你看看我现在跟一个废人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从你挪用公司公款，到出轨包养小三，再到设计侵吞顾氏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我平时对你不好吗？我都那么伏低做小了，你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有钱了不起吗？我只有跟叶克尔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自己像个男人。那这也不是你出轨的理由。我从一个总裁变成一个罪人，你把我的一切都换了。我恨你！你想干什么？啊！杀了你！找死吧！齐集名下所有的财产，是我的。你这是谋杀，这是会死刑的。我不说，谁知道的？啊！我死吧！戴争锋个人越狱，涉嫌杀人未遂。顾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。您放心吧。琪琪，妈妈会保护好你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幸福的。